法国军舰为何不满1月便2探中国南海？打酱油还是另有所图？透露出的行进路线图又有什么玄机？法国究竟如何打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那就少不了纷争。近日，法国准航母和护卫舰前往中国南海一事也算得让不少人十分关注。从出发到透露出来的行进路线图都让不少人议论纷纷。这是法国在2月份第2次派遣军舰前往南海，和此前派遣的潜艇不同的是，法国这次派出的是素有准航母之称的雷电号2栖攻击舰和1艘护卫舰。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法国2次派出的军舰和潜艇将会合为一处，在太平洋和美日进行军事演习。中美最近关系并不和睦，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法国在这一次就是在捧美国臭脚，剑指中国。虽然法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算很差，但是这一次法国如此做，说严重一点，那就是站边美国。要知道，演习是在哪里都可以演习的，但是在南海就有点敏感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人都在关注这件事儿后，这一次法国准航母前往中国南海的路线图就被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小细节值得注意，从法国母港出发后，这艘准航母将会依次经过埃及、印度、越南、日本之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开始回转。其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法国这艘准航母还将穿越中国广州和海南之间的琼州海峡。作为法国现役最大的2栖攻击舰，雷电号排水量足有2万吨以上，在全球2栖攻击舰中也是大名鼎鼎，所以一直以来也有准航母之称。不过虽然本身实力确实不错，但是这一次单独配备一艘护卫舰就敢前来中南海，还意图穿越琼州海峡，法国这究竟是什么打算？而法国又恰好组建了航母、护卫舰、潜艇、攻击舰这样一个航母打击小组，在中国南海和美日进行演习，法国这是胆儿肥了。要知道，作为中国内海海域，中国在琼州海峡是拥有开火权的，也就是说，法国的航母经过这里，那么中国有权将其击沉。所以这一次法国或许是想两头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此前有分析人士表示，法国来南海的原因有2，其一是和英国掰手腕，英国此前也说过要来南海演习；其2，证明自己拥有长时间执行远航任务的能力。所以如今法国接受了美国的演习邀请，那么又不想和中国关系紧张，所以法国就干脆直接借到中国内海海域。要知道，走中国内海航道，法国是要和中国提前打申请报告的，所以也就相当于是法国在获得中国允许的情况下和美国进行合作演习。当然，这一点目前还是猜测，并无事实依据。这个航道信息如果是伪造的，那么法国就是在捧美国臭脚。如果最后法国确实向中国打了借道申请，那么法国这波操作也就真的厉害了。印度北部遭遇特大洪灾，为何印度人认为美国是凶手？当年美国在喜马拉雅山脉做了什么？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不久前，印度北方的一些村庄持续遭遇特大洪灾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与失踪。与此同时，印度民间关于洪灾的各种阴谋论也盛行起来。有印度人声称，洪灾的爆发是因为埋葬在喜马拉雅山的核装置爆炸导致的，而凶手也找到了，就是美国人。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而 BBC 也就此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封锁敌视政策，到了50年代末，中苏交恶，2个核大国将核战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顶。为了打破核讹诈的局面，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核研究。1964年，中国的第1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全球为之震颤。对我们原子弹忌惮的不仅有长期敌视中国的美国，当然也包括刚被中国揍过一顿的印度。于是美印一拍即合，开始了一项隐秘的计划。
对于当时的美国与印度来说，中国的核试验与导弹测试无疑是具有相当威慑力的。但那个时候，人造卫星才刚起步，苏联于1957年发射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因此肯定无法像现在一样建立卫星侦察网络来监测他国的导弹测试动向。于是美国人就想到一招，那就是通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度差，在喜马拉雅山脉安装监测设备来监视我国西北导弹试射的动向。根据媒体透露，1965年10月，在印度与美国政府的合作下，一群印度与美国的联合登山队登上喜马拉雅山脉，将7个用于核监测的布胶囊以及重约57千克的监控设备偷偷放置在喜马拉雅山脉的2座山峰中，目的就是为了监测中国。原本美印偷偷在喜马拉雅山安装核动力检测装置的事情做得很隐秘，但在1978年，时任印度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却将这件事情给捅了出去，而美国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美国中情局 CIA 雇员参加了此次行动。而秘密行动暴露后，首先受不了的便是印度人，不少印度人组织起抗议队伍来到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前抗议，美国 CIA 干涉印度，并且谴责美国人污染印度水源。至于美国人偷偷安装在喜马拉雅山的核动力装置发挥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参与过此次行动的美国登山者就透露称，这些装置遭遇了雪崩，已经卡在冰川中丢失了。至于丢在哪儿就不得而知。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装置大概率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但此事却如同一个心头疙瘩卡在印度人心里。因此，最近的山洪事件让印度人与美国安装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核动力装置给联系了起来。中国管制稀土后，反而让印度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印度真的能把握住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印度媒体军工前哨的消息称，印度的地质学家们在巴尔梅尔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稀土资源，浓度极高，而且品质优良。此前，高端稀土领域在国际上一直牢牢被中国的供应商所霸占着，但现在的中国开始管制稀土，严格要求稀土出口政策，这样印度就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捡这一份中国吃剩下的蛋糕。不过，虽然是吃剩下的，这也将是极大的推动新德里方面的印度制造计划。不难看出来，印度媒体的意思就是中国在管制稀土后，这反而给了印度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其实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印度的地质学家们就发现了大量的稀土资源。可惜当时的印度还是个农业国家，所以这些稀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所以即使印度有资源，但其在稀土工业中依然没有地位可言。不过，印度稀土资源的确很多，有大约690万吨的储量，而且还相当丰富。在当前的形势下，虽然中国对美国的反制让印度有了一个提高自身产业链的机会，让其成为稀土出口大国，但奈何这个机会印度根本没法把握住。为此，美日澳这3方势力只好齐聚印度商量对策，有钱的给钱，有人的给人。然而，想要在印度升级这一产业却是个巨大的难题。印度目前在稀土冶炼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只有初级方面的冶炼无法做到对稀土的精炼。通俗来讲，就是印度只能把稀土进行初级加工，没有办法做出客户所需要的成品稀土产品。这一点有多难，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在过去，因为 F-35需要大量的成品稀土，为此美国人为了降低成本，也曾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生产链，但由于投入巨大，周期过长，最后只好放弃，直到现在也没能取得什么好结果。因此，即使现在强行把印度的稀土开采出去，那加工成本必然也是相当高昂的，那这对美国来说又有些得不偿失了。所以美国注定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稀土的自由，这就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就像美福布斯网站所说的那样，如果美国空军想要通过印度获取稀土来重启 F-35生产线的话，那就是一件不可能存在的事情。